美伊停火，黄金暴涨。这句话乍一听能把人整懵。按照咱们的常识，仗打完了，天下太平了，黄金这种避险的东西该跌才对。可这一次剧本完全反着来。消息刚出来，国际油价一头栽下去，盘中一度跌了超过17%，直接砸穿了100美元一桶的大关。可黄金呢，压根不按套路出牌，逆着势头就往上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天咱们就用一条视频把这轮黄金的涨跌逻辑彻底讲透。故事得从美东时间2026年4月4日说起。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给伊朗下了48小时最后通牒，要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要么挨炸。到了4月7日傍晚，离通牒到期只剩1个半小时，眼看战事就要全面升级。好在巴基斯坦从中斡旋，局势直接来了个180度急转弯。特朗普宣布暂停轰炸，紧接着伊朗也确认谈判将在4月10日启动。消息一落地，全球金融市场直接炸了锅。WTI 原油期货一头往下栽，盘中跌幅超过17%，跌破了每桶100美元。现货黄金这边，盘中一度大涨2.5%，最高冲到4857.55美元。白银更疯，涨幅超过6.5%，直接站上每盎司76美元。仗不打了，金银反而涨了。这个反直觉的走势，确实让不少人脑子转不过弯来。要弄明白这里头的门道，咱们得先搞清楚一个基本前提：黄金这玩意儿既是货币，更是金融产品，它的身价主要跟着2样东西走，一个是实际利率，就是看利息高低；另一个是流动性环境，也就是看市面上钱多钱少。局部的战事，充其量就是临时给它加点动作戏，影响不了剧本长期走向。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市场预期利率。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掌握金价的涨跌规律就很简单了。停火消息一出来，油价应声暴跌。油价一跌，大家对通胀的担心马上就降了温。通胀压力一小，市场对美联储继续死扛高利率的预期也跟着松了劲。降息预期一来，手里攥着黄金的成本就低了，黄金的吸引力自然就上去了。这就是最核心的逻辑。顺着这条线往下捋，美元的反应也是个关键变量。停火消息出来后，美元指数向下摸到了99关口。美元指数衡量的就是美元对一揽子货币的强弱。美伊一停火，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就没那么吃香了。而黄金是拿美元计价的，美元一跌，黄金价格自然就有了往上拱的动力。除了利率和美元这2条明线，还有一条很多人没注意到的暗线。哪怕是黄金暴跌期间，全球央行仍然在持续的逢低买入。就在美伊停火消息引爆市场的同一天，国家外汇管理局披露了一个数据，截至2026年3月末，中国的黄金储备达到7438万盎司，环比增加了16万盎司，差不多5吨。这已经是中国央行连续第17个月增持黄金了，而且这次的增持规模创下了近13个月来的新高。说白了就是金价一跌，央行不仅没慌，反而抄底加仓。这种国家队级别的操作给金价垫了个结结实实的底。当然咱们也得冷静一下，停火这件事没看上去那么简单。首先，这次是为期仅2周的临时停火。4月10号在伊斯兰堡的谈判目标是敲定细节，但伊朗方面也说得很明白，跟美国对话不等于战争就结束了，只有按照伊朗提出的10点计划把细节敲定了，战争才算真正画上句号。其次，霍尔木兹海峡名义上是重新开放了，但新麻烦也冒出来了。以前各国都把这条海峡当成国际水道，从来没交过钱。但美联社援引消息说，这2周的停火计划里，允许伊朗和阿曼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过路费。更吓人的是，能运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，过一次可能要交200万美元。不过伊朗媒体还曝光了一个分级收费方案，按照船主国家对伊朗的友好程度来定价，像中国、俄罗斯、印度这些友好国家费率就低一些。但特朗普对此好像不太满意，说美国才是赢家，他也有想法让美国来收这笔钱。鉴于美伊两边各说各话，能源圈的人对海峡能不能真的畅通还在观望。那么华尔街那些大机构怎么看？瑞银的策略师乔尼特维斯表示，虽然最近有些央行在抛黄金，但整体买入的趋势没变。他估计今年全球央行大概会买800到850吨黄金，只比2025年的860吨少那么一丁点儿，算不上什么结构性逆转。瑞银还是维持年底黄金5600美元1盎司的目标价。总而言之就是，别看现在谈判释放了缓和信号，但美伊之间的根本矛盾没解决，地缘上的不确定性依然存在。再加上全球央行持续购入黄金，
美国财政和债务压力越来越大，未来货币宽松的周期越来越近，这些中长期的因素堆在一起，黄金整体往上的大逻辑并没变。接下来2周将是关键时刻，全世界的眼睛都会死死盯着伊斯兰堡那张谈判桌。即将在4月10号开始的这场谈判，不光是美伊两国的外交拉锯，更是给全球资本市场安排的一场实打实压力测试。如果谈得好，金价短期内可能面临利好兑现的技术性回调；如果谈崩了，冲突再烧起来，油价一抬头，此前的剧本很可能又得重演。那说了半天，未来金价到底怎么走？一句话总结，那就是方向持续向上，但路上可能有坑。